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桃园市龙潭区大北坑休闲农业区。今天不是来看鲁冰花，因为我2个星期前已经造访过这里了，而是因为当时造访大北坑的百年种柏宫 Q 版土地公的时候，那有观众留言说，大北坑这里有6座古老的石器或石盆土地公，那他还把这6座柏宫的位置传给我，所以我非常的惊讶，这边竟然就有6座古老的石器山历史土地公庙。后来我搜寻了一下资料，原来2年前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有出版了一本《做客龙潭大北坑》，里面列出的大北坑地区的古老土地公庙就有10几座之多。不过那一本书并没有详细的指出这些柏宫庙的位置，那我今天只能根据这位观众给我的资讯，Google 地图标示位置，就来造访大北坑的这6座古老的柏宫庙。所以今天的行程算是大北坑柏宫遍路。我现在就从停车场这边出发。我老婆跟我女儿决定要追随我，走大北坑柏宫遍路。哦，到了，第1座柏宫庙在这里，上来找一下。再上来看一下，应该是在前面的树下。哦，这是最古老的山历史土地公庙，入口完全没有任何指标。这如果不是本地人介绍，从这边走过也不会知道。今天我们的大北坑柏宫遍路有点像是寻宝任务，我们已经完成1/6了。我们继续前行。我们要在这边左转，附近有一座日军将士纪念碑，修灵宝塔，是这里吗？对，这里有一座纪念碑。哦，没错，这是日军将士纪念碑，上面有刻字。不是很清楚，殉职者官兵11位殉职者。这座纪念碑根据资料是昭和16年，就是1941年3月1日。有一架从日本飞往台湾的军机在做演习训练，那在新竹东方20公里的桃园上空失事，那机上所有机组员全部罹难。那后来日本政府就在空难地点设立了一座纪念碑，不过战后那个地方成为国军的眷村，那所以这样的一座纪念碑当然会遭到眷村子弟的破坏，所以后来就迁移到这个地方来。所以这个地方并不是当时飞机失事的地点。这座纪念碑在战后遭到冷落以及破坏，当然也是情有可原，因为住在那里的眷村子弟对日抗战期间日军的飞机就是敌人。要他们很心平气和地保存下来这样的历史遗迹，也是强人所难。1949年，中华民国在台湾，当时构成的国民，主要是由2个战败国的国民组成的，一个是原日本帝国在台湾的居民，一个是中华民国在大陆内战失败撤退来台湾的国民。所以，原本2个敌对的国家的国民，在1949年组成一个共同的国家——中华民国在台湾。所以，不同的历史经验，也是要经过数十年的族群融合，才慢慢形成现在
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现状。我继续前行了，现在前往下一座伯公庙。这边岔路，我们先取左行。前面那边有一座伯公庙，这边左岔路进去，应该进去不远就可以看到了。有指标吗？啊，这里也是三立石伯公，古老的三立石伯公庙。我们要继续前行，前往第3座伯公庙。前面那边凉亭就是查理王凉亭，我们2星期前造访过查理王凉亭。我们从这边下行。鲁冰花比较盛开，是在过去那边的茶园。这片鲁冰花盛开了，2个星期来的时候还是绿油油一片。前面的树林里面就有2座伯公庙。应该就在这棵大树的树下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也是古老的三立石伯公庙。这大概是我在1日旅行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看到3座三立石伯公庙。我曾经多次造访大北坑，但是如果没有人指引的话，根本不晓得有这些三立石古老的土地公庙。就隐身在茶园偏僻的角落的树下。另外一座伯公庙就在附近，但是这边隔着一条野溪，所以还是要走到马路那边有个铁栅门，要从那边进入。我老婆跟女儿已经放弃伯公片路了，他们在这边拍摄鲁冰花。这边有栅门。并没有锁。那位观众是说，如果要造访伯公庙的话，是可以自己打开门，没有关系。走到这里有岔路，我从这边进来看看。哇，这里好像是废弃的耕地，应该还要再往上走。应该就在这附近。可是并没有看到什么大树。我在寻找第4座伯公，遇到挫折了。这边并没有明显的大树。我绕了一圈了，又回到茶园附近。我刚刚可能是走错岔路了。应该再继续往上走。前面那边有一棵大树，但这边的路径几乎没有人走了。三立石伯公会在前面这里吗？如果前面这里没有，我就要撤退了。这是大石头，不是三立石。这边又绕回到我刚刚经过的地方了。啊，三立石，伯公你在哪里？前面那棵树，去那边看一下。看起来又不太像。继续往下走，我老婆跟女儿也去找餐厅喝下午茶了。这是大北坑第2停车场，那边还有2座伯公庙。接下来这座伯公庙是在一棵田里面的大树下，这个就不难找了。
这边往生态野溪公园。我现在走田埂路，前面接马路了。这边有小路，我看到了，前面那一棵大树。伯公在另一侧，难怪从马路那边看不到。这是今天看到的第4座山历史伯公。我今年走了几次伯公遍路的行程，不过像今天这样的行程才是我真正想走的，就是每一间伯公庙都是传统的古老土地公庙、山历史，或者是石盆土地公。我想大北坑应该不是一个特例，台湾的许多至少桃竹苗山区的一些村落，应该都有很多像这样的山历史伯公，只是被人遗忘而已。大北坑因为发展成为休闲农业区，所以桃园市政府有出版了一本《做客龙潭大北坑》，所以记录了大北坑这边的古老的石器土地公庙，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得以造访。我今天造访的最后一间伯公庙在对岸，我还是原路折返，从前面的水泥桥到对岸去。好像就在这附近，那我不确定是要往上还是往下。可能要往上好了，不然那边挡堵墙，可能爬不上去。应该就在前面的树林里面。我远远望见那边有红布条。最后一间伯公庙，真是巧遇。这是我今天要造访的最后一间伯公庙。伯公庙从早期的山历史，到后来就发展成这种摸字形的石板，或者称石盆伯公庙。等到拓垦有成，就会渐渐的改建成石器有造型的土地公庙。我今天的大北坑伯公遍路，总共造访了5座传统的山历史，还有石盆土地公。我今天的伯公遍路就到此结束，接下来是寻妻寻女之路了。山水名园，慢进咖啡美食。我老婆跟女儿在这里，我在伯公遍路，我老婆女儿在这边喝咖啡。但是伯公如果有保佑的话，我会分享给我老婆跟女儿。这边还有户外阳台。我现在就加入我老婆跟女儿的行列，在慢进咖啡喝咖啡。那我今天的大北坑伯公遍路之旅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大北坑伯公遍路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，作为旅行的参考。